不会放弃，也要拜托大家不要放弃。我们要继续为了我们的未来而努力。说，辛亥革命是以元大是的，没错，世俗的胜利只是一时。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，建立共和制也是充满崎岖，但是唯有得到才能多助。历史总有些巧合，比如吴新盈前夫林之言的祖父，也曾是孙中山的资助人。或许是天意，他曾经在上海的居所，也是未来中华民国命运的交叉点，由此揭开了那段走向共和前1个月在上海的风云岁月。这块看似荒芜的空地上，能有什么样的故事，值得我走错隧道转个头，还一定要过来？肯定不简单。看，车身上有虹桥机场的字迹，它并非和我一样远道而来，它正揭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——虹桥机场区域。正前方就是飞机，看到那几个大轮子了吗？而在这里突然出现一座古建筑，真的让我很惊讶，怀疑自己是否再次走错。惊讶的还有专家们，他们看到这并非仿制品的古建筑后，也并不敢轻易改造。虹桥园1号是专家们认证后给它的新名字，而它的英文名 The Limit 却是原装的。20-30米宽的马路尽头，掩映在高大的梧桐树绿荫中，居然有这样一处仿佛穿越历史的隐秘宅院，难以置信，这就是建筑师们初见的惊讶。他是谁？这个问题在2020那年才得以揭开。大海捞针般的查阅后，基本确定了当时虹桥路最大的门牌号为600号。在查阅字林西报后，得知这座宅子主人叫霍金斯，但真相不止于此，吸引人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岳父的姓氏 Little。这位李特先生就是参与中国历史改革进程的顶级重磅人物李德利，而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就是南北议和。唐绍仪、伍廷芳分坐两侧，李德利居中，这正代表了他们当时合议的不同立场。1911年的10月，辛亥革命爆发。12月7日，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，原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。9日，11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，起初定在汉口，但伍廷芳执意只在上海，唐绍仪便只能坐船来沪。照片显示了当时的奇景，晚清代表唐绍仪剪了辫子，西装革履，坐着西洋汽车驰骋在上海的马路上。而伍廷芳作为留英的中国法学第一人，又是革命军代表，竟然还是一副清朝的打扮，留着辫子，坐着马车。这到底是谁革了谁的命？更为有意思的是，14岁留美的唐绍仪代表立宪派，而留英的伍廷芳则主张共和派。1911年的12月18日，南北和谈正式拉开了帷幕，地点在上海工部局，确切说那时还叫市政厅，但这并不是我们上期节目中所提及的工部局，而是在南京路的第一所工部局旧址。1930年，蔡姓老板在原工部局市政厅旧址购得1亩余土地，重新翻造，原来的工部局变成了现在的上海百年餐饮驰名商标新雅粤菜。回到议和主题，正式会议的确是在工部局开的。有人回忆，唐绍仪和伍廷芳白天在市政厅，板起面孔，十足官话。不过，中国人谈事从来都不会在台面上，南北议和的幕后会谈和筹划，真正发生地在这里。可惜，原址建筑早已不存。南阳路154号，曾经的南阳路10号，有一座西英堂，它的第一任主任就是赵凤昌。人称民国产婆。第一次南北会议前，唐绍仪到达上海的当晚，就到西英堂与赵凤昌会谈。而清帝退位诏书，历史上最后一道皇帝诏书，正是在这里起草的，所以西英堂就是中华民国的产房。西英堂地块一部分后来被颜料商张氏买下，重新建造了眼前这座具有安妮女王风的建筑。八卦一下，赵凤昌的七弟洪树祖是洪金宝的曾祖父。南阳路诞生于1906年，这里曾出入的都是主宰民国命脉的风云人物，今后再来聊。说完民国产房西英堂，还有一栋重要的地方，就在不远处的北京西路1094弄。但1913年的申报中开始出现大量有关伍廷芳与戈登路3号的报道，报纸刊登照片，外国领事们在等候伍廷芳，但地点不详。后来发现正是这座建筑。
连续数日脚步砸踏。2024年台湾大选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吴欣盈，他的前夫林志妍的祖父，也是这栋建筑的第2任主人。林雄征，华南银行创始人，同盟会成员，孙文革命资助人。所以我说半部民国史都在上海，上海是民国开国的摇篮。为什么我要强调这座建筑的确切地址应是在戈登路呢？虽然铺垫有点长，但接下来片头的那位外国人李德利就要登场了。这个坐落在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地方，曾经被誉为上海金三角，而这正是李德利的住所戈登路30号。如今什么都没留下，唯有当年幸存的照片，仿佛想要说出那些消失的建筑背后的荡气回肠的故事。这3个不同的寓所，步行距离不过1公里，离市政厅也不远。当年唐绍仪与伍廷芳的多次的私下会谈，都可以在这3个地方自如的穿梭。据说唐绍仪当初还下榻于李德利的家。作为卜内门洋行的总经理，李德利被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举荐为总代表，招待南北合一人员，并促成了这次南北议和的最终结局。孙中山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授予李德利和平使者勋章。回到虹桥机场这座古建筑，实际是李德利出资为女儿女婿建造。整个别墅占地35亩，由爱尔德洋行设计，西楼为西式花园建筑，入口门楼牌匾上写 The Limit， 东楼中西合璧，入口门楼牌匾上是丽虹园。砌筑的墙体白色抹灰与清水青砖线角装饰相结合，上附中式楔山屋顶，4角起翘，形态多样。屋顶构造为西式的木屋架，采用中式的木船，传统小青瓦，屋脊设传统如意云纹雕饰、宝瓶镂空等装饰。相比外部，内部简洁的西式古典装饰，四面倒角弧形天花和压花玻璃镶嵌木门较具特色。此次重点修复的还是木制品，比如木质壁炉框、地板、扶手、护墙板等。室外花园面积开阔，有一条小径链接东西2栋建筑。而这栋纯西式建筑从外表看就非常朴素了，以至于2004年这里还一直被当作是日本人建造的。的确，这里曾经被日军占领，李德利的女婿女儿都被关在了龙华集中营。李德利女儿女婿热心公益，经常邀请学生来这里聚会，在这里举行抗战募捐活动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们从集中营放回，在这里住到了1951年后，永远离开上海。李德利这位传教士、商人、政治家，上海工部局董事，最后在新西兰过世。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真实事件改编，而古岭这个地名，你们知道怎么来的吗？李德利根据英文 Cooling 清凉的音译，将古牛岭改名为古岭 Cooling。古岭的开发成为中国近代旅游地产史上难以被超越的典范，庐山也因此被誉为4大避暑胜地之一。李德利被誉为中国地产界的祖师爷。而李德利在新西兰的家实在太简朴了，或许上海那些年的高光时刻过于耀眼，最后一切还是归于平静。看到李安导演的祖籍，或许可以明白为什么李安可以考虑执导这样一部影片了吧。